这是一款中式梦和恐怖游戏，你一觉醒来，来到了千禧年的时代，熟悉的触感，熟悉的风声，这一切如此真实。空荡的街，模糊的光，没有声音，只有熟悉的陌生，这一切仿佛…… 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游戏鬼 K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玩《千禧梦》的正式版了。去年的话，我们是玩过它的试玩版，那我们的话来看一下正式版的内容吧。这里的话跟试玩版的开头是一样的。这张纸的话，内容跟试玩版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以前那种老闹钟。一个小猪存钱罐，这只小猪存钱罐帮家里干活换来的零花钱，都喂给他了。最喜欢晃一晃，听听里面的响声。这是以前那种课本，一张小卡片。这还有张塑料卡片，它是可以切换的，右边是北京，左边的话是上海。一张硬塑料卡片表面布满了细密的纹路，指甲划过去会发出急促的滋啦声，稍微转动一下角度，画面就在天安门红墙和东方明珠塔之间来回巨变。这还有一些奖状，手机暖胃短信，居然还有这种小玩意。还有一盒跳棋，这个试玩版好像也有。这里的话跟试玩版是一样的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去拿钱买东西吧。一个搪瓷脸盆，这次的话，电视播的是《西游记》。拿上这个相机，
这个操作没有变，就在这边拍个照吧。果汁饼干，有一盘磁带，需要磁带机得下楼找小辉。又是这种小卡片，那我们的话就下楼看看吧。小辉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地方。Hello， 小辉。OK， 小辉家在201，那我们的话就看下这个正式版的小辉家又长什么样吧。哇，这地板好干净啊！这个的话，我们待会再进。我们先把这个家的布局给先探索一下。还有这种双层床啊，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玩具。这是个复读机，《伊索寓言》我小时候最爱看的故事书。一个小马达，银色的金属外壳凑近了，能闻到一股电流过载后特有的焦糊味。把电池往接线片上一搭，转轴立马嗡的一声啸叫起来，震得指尖发麻。那时候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专业的机械师。
还有一间卧室，还有这种换装小贴纸。小辉应该还有个妹妹吧？这种东西应该是女孩子才会去玩的。这个闹钟有点意思，还自带语音叫醒服务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起床了。还有这种铁皮小青蛙，有一个磁带机，哦，可以切换音乐。这什么视频啊？这是什么频道？不知道啊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。接下来，请收看动漫世界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去看一下那个屏障里有什么东西。Oh my god， 我这是穿到后视了。这里跟迷宫一样。还有黑猫警长的摇摇车。小时候一有硬币就会去那边偷偷坐一下，然后就是不要让父母发现。前面是出口吗？我们去看看。又来到了一个新空间。有个拐角，这又是通往哪里？这还有2楼。这外面的情景应该只是个背景吧？来到那个试玩版那个场景，这谁呀？小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什么地方？
这有个道具，就是这种洋画。几朵被黑色的橡皮筋紧紧捆着的洋画儿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边缘参差不齐，那是当年用剪刀从一张大纸上费劲下来的痕迹。最上面那张印着喷火的红孩儿，色彩艳俗，四角已经被磨得起毛变圆了。这里还有20块钱。这一切都太真实了吧！而且这个游戏的画质还非常的好。这有一个天气调节器，暴雨。我还可以坐在这边欣赏来自千禧梦的风景，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深渊。这个应该是回去通道试玩版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果然回来了，有一双水晶塑料拖鞋。我们去跟小辉说一下。李叔开了个黑网吧，现在的话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我现在去那里会不会被我妈给揍啊？哎，不对，这里是梦，应该不会痛，那我就不怕了。那个黑网吧的话，应该就是在那个对面。让我来用一下这个雷雨道具，这声音还挺响的。这也太沉浸式了吧！先拍个照。神奇的闹钟响舞，
OK， 脑黄金到手。柜子后面去。这个就是那个黑网吧入口。我能打一下 game 吗？蛤蟆功，蛤蟆功，蛤蟆功，什么蛤蟆功？蛤蟆功。电视也没什么作用。还有个溜溜球，银色的金属外壳上布满了细碎的坑洼，边缘已经被磨得有些刺手，那是练习招式时反复砸在水泥地上留下的痕迹。那时为了练催眠时长和环游世界，中指总是被绳子勒得发紫。只要下课铃一响，走廊里到处都是这种金属球落地的声音。还有这种玩具小水枪。荧光绿的塑料外壳接缝处的和膜线有点割手，原本里面装的是那种酸的让人倒牙的饮料，现在灌满了自来水扳机按下去很涩，伴随着滋滋声滋出来的水柱细得像线，还带着一股散不掉的人工苹果味。不是这个计算机怎么一直喊归零？现在的话，我们调下时间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别的。还有摇摇车，经典 BGM。姐妹
现在的话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外公吧。我们的话应该是要出这个小区。怎么没有这个门卫大爷？一般这种小屋子里都有一个门卫大爷。感谢收看现代播报，我们下次见。又是这种小洋话。有个门卫大爷。山庄牌腰痛宁胶囊，温经通络，消肿止痛，每天服用。又是这种药品推销广告。快人一步，双剑摩托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得找到外公住的地方。这层没有，上楼看一下吧。练习本，小时候的苦日子真是让我回味无穷。还是这个变换卡。我听到旺旺的声音，到外公外婆家了。就交给我新康泰克吧，全新缓释技术，药力平稳释放。有一卷老胶片。来看一下外公家这个电视节目是什么。
我们的话就跟外公聊聊天吧。旅游景点门口地摊上的奢侈品，死缠烂打好久，我爸妈也不让买，最后还是外公偷偷给我买的，带上它走路都带风。虽然那个软塑料叶片转起来风力还没有喘气大，偶尔还会绞住几根头发，但它就是那个夏天最潮的时尚单品。有一把折叠扇，两片铁皮做的扇柄，摸上去冰凉凉的，边缘已经有点发黑生锈了。这扇子其实风力很小，扇起来软绵绵的，还带着一股旧报纸的味道。那时候夏天的午觉，迷迷糊糊总能感觉到这股微弱的风，偶尔风停了，那是外婆扇着扇着打盹儿了。我想你了，外公。还是外公关心我啊。外公都舍不得花钱，都把钱花在我身上了，这种感觉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。又收获一张卡带，还有根拐杖。外公的拐杖把手处已经摩挲得油光锃亮，摸上去很湿润。他就这样静静靠在墙角，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浮灰。屋里很安静，那阵熟悉的慢吞吞的嘟嘟声，很久没有响起了。再见了，外公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这还有一个加菲猫的闹钟。可以把时间调至傍晚。
我这阳光照射的，我现在有点想睡了。就算是我现在隔着个电脑屏幕，我也想睡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今日说法》。真的眼罩、眼镜、眼皮毛。金属玩具枪，用粗铁丝弯成的架子，表面镀层依然发亮，拿在手里冰凉且压手，几根赛皮筋绷在枪身上，因为拉伸到了极限，受力点的橡胶颜色已经泛白。小时候我也有一个，不过在课间走火被班主任没收了，呵呵，还挺惨。军威名天下扬。25集电视剧《八路军》，宏大场面。现在的话，又调回了这个早上。辉煌战斗地毯，央视一套震撼推理。这里不能走了。原来是走这里啊！What the hell？ 这是哪里？这看起来的话是个街道。来到了购物中心，还有这个石狮子。进去康康。马到成功2022，刚好今年2026年也是马年。全场新春大甩卖，速购入伙10万别错过，机会难得，高品质低价格，真有新春新潮处理，时间有限，数量有限，请速来抢购。10块钱，以后转一转，更好消息，我店新到一批特价服装，厂家一次性批量新购。好多假人模型啊！这些假人模型不会突然活过来吧？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王八蛋豪迈跨境等上百种商品火爆抢购，正在进行中。原价几十元的商品，在我们这里。这是来到家电区了。我这是到哪里了？这该不会是广告里面那个推销的那个家吧？这是。It's
It's been a long day. 来看下这什么电视节目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金克拉，我们的，我要金克拉。非洲农业不发达，必须要有金克拉。我要金克拉，日本资源太缺乏，必须要有金克拉。金克拉，我的，妈妈的，金克拉是我的，不能打架，不能打架。金克拉好处都有啥？谁说对了就给他。废料掺了金克拉，不流失，不蒸发，零浪费。废料掺了金克拉，能吸收2米下的氮磷钾。直接废料都涨价，废料掺了金克拉，一袋能顶2袋撒。用了金克拉，小麦亩产1800。日本的粮食再也不向美国进口了。老鬼子真不傻，金克拉给了他，对美国农业危害大，绝不能给他。非洲农业不发达，我们都要支援他。金克拉，你们日本别想了。交换，交换。奥卡，我不看，不然我怕我笑得没力气了。哇，又是这种。你想买一台家庭影院吗？这个 VCD 好像不错呀，高音甜，中音准，低音沉，总之一句呀，就是通透。这些店铺都关门了。这是练书法的地方，我能练一下吗？这个地方给我一种八番出口的感觉。导播手机，国产手机的骄傲。
我这是来到了冰天雪地的户外了。去一家店躲躲这寒风刺骨的天气吧。这好像是溜冰场吧？这里似乎缺少了一些快乐，人都已经离开这里了，搬到新的地方。还有台球可以打，小时候只在猫和老鼠上看过这个。来到澡堂了，还有个红色的花镜子。这是一个天气调节器。不对不对，这是女澡堂，我怎么能？Hello， 老板娘。这次来看一下男澡堂。OK， 前面的是女澡堂，就不去了。我又一次来到后室了。
这个地方必须得拍照纪念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尿壶和马桶。拍个照。北京请转阴零下9到零下4摄氏度，哈尔滨晴零下26到零下14度，长春晴零下24到零下16度，沈阳晴零下26到零下15度，天津晴转多云零下10到零下2度，呼和浩特小雪零下18到零下。这壁画真不错啊，好山好水啊。我又滚回澡堂了。用心听，绿色环保概念。既然还有电视剧这个的话，我们先不看了。这门口怎么还被砖块给砌起来了？前面是车站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是一辆列车。奶奶家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
在这乡下吹着清凉的风，摆脱那嘈杂声，压力一瞬间就全释放出来了。还有一个神奇闹钟。好吧，奶奶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OK， 咱们看一下还有什么能去的地方。看一下这扇是通往哪里的？幼儿园。来到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打闹的地方了。还有这个跳房子。只能开花。通常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5毛钱一袋，包装上印着神奇的圣诞树或科学实验。把袋子里的透明药水刚倒进去过一夜，树梢上就会结出粉色和绿色的细碎雪花，不敢出手去摸，甚至不敢大声说话。稍微带起点风，那些脆弱的花瓣就会扑赖赖地往下掉，碎成粉末。这有一个房子。一座用老式油性橡皮泥捏成的城堡，红红绿绿的颜色并没有分得很清，侧面好多地方混在了一起，变成了那种浑浊的紫黑色。大概是放久了，城堡的轮廓看起来有点软塌塌的，表面泛着一层粘手的油光，凑近了能闻到那股特殊的工业油脂味。这什么玩意？卡通水彩的胶卷。千禧年的烈日灼烧了我的未来。还有这种可擦小画板。
前往孟川市实验学校。来到了这个地方，这所纸船是前往高中的。这节课是化学。一个卡通铅笔盒，记得这也是当时的时髦货呢。这东西的磁铁扣吸力很大，关盖子时总是会发出清脆的啪声。但是自习课上最刺耳的声音，每次不小心弄响了，都要下意识地缩一下脖子，生怕引来老师的目光。这个电视机需要插磁带。眼保健操是眼保健操。闭眼。第一节揉天音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。这应该是那个听演讲、看表演的地方吧？这是食堂。那边好像有个人，看身形应该是女的。教导主任。
现在去找班主任拿那个毕业证。还有这种物质的性质化学实验视频之一，水加热气化，冷却水蒸气凝结成水。将适量的水加入到一支试管中，用铁夹与十字头将试管固定在铁架台上，使试管与水平面成45度角。用酒精灯外焰预热试管片刻后，再集中加热试管中的水，观察水沸腾后。这个订书钉还贴着小贴纸，黑绿色的底座很沉。那时候老师办公室桌上总摆着一个，金属压杆上的贴纸边缘已经翘起来了，隐约记得大卷里送的情书，青春小剧场。当然喜欢可以，但是不能早恋。本视频也不倡导年龄小的观众早恋。OK， 免责声明完毕。OK， 拿到毕业证了。那我们的话，现在应该可以下去了。这里还有一张数学试卷。OK 啊，我不但还要做视频，我还得做题目。Oh no， 写错了。总算把这些题目答完了。如果不会的观众，我直接给答案了。接下来的话就去我们的高中。还是很大的。
还有微机课。对面应该是可以通到下一关。高三，这里好多学生啊！一切都太疯狂了。但这也没办法，高三就是这样，具象化了。这还有一个胶片黑白世界。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。这种题都做错，你这辈子还有什么出息？我们还是先把高中这个地方给逛完吧。那么他听到枪声到他疾跑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？都代表着山体的内部零件和水电怎么样？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然后最终通过一系列传输，是不是到达了这个腿部，到达了腿部的肌肉？所以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这一首诗歌《再别康桥》，请大家打开书本能够向其他人解释。这个是生物的教室。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几种细胞。这个还有那个教学视频。由什么构成？材料用具。有咱们学的5部派是吧？酵母菌细胞装片。在里边其实最核心的就是神经细胞。蛔虫的横切面装片。神经细胞与神经细胞相连。显微镜。而且最终呢，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反射中它会有肌肉。载玻片。最终完成这个过程。盖玻片。所以这里需要肌肉。镊子。滴管。那么究竟这个信号清水如何在里边传导？染色体。微机课。
我是这是进入到游戏世界了。又是一份情书，那个我喜欢你，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我，你也有喜欢的人，可是我也不想留下遗憾。但是现在我只是想跟做朋友，我跟你讲不上话，只有每次你没交作业的时候才能跟你讲上几句话。我加你 QQ， 他也一直没通过，每一次跟你讲话的时候就很紧张，所以每次看到你我就会转移视线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。反正过完这个学期就要分班了，只是想单纯的做个朋友。要是可以的话，下次校对的时候，你把你的作业放我的桌子。要是不想的话，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，就还是跟之前一样。OK， 差不多应该没了。那么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先选左面那一道。这次来到未来城了吗？这有个门，还有个闹钟。我来到一开始那个卧室了。这有一张孟川市梦境管理局的报告，能看到这封信，说明这场梦要醒来的时候。感谢你愿意来到这个梦境，这是我构建的第一个梦，有许多不足的地方，关于千禧年前后的记忆，其实还有很多，我会努力还原。这也只抓住了1/10,000,000，像是在时间的墙上凿开了一个更大的心眼大的孔，透过这个小孔，通过和大家一起看看那个模拟的过去的影像。感谢那些给我发来老照片的人，是你们翻开了老家的相册和抽屉，把那些发黄的带心痕的因受潮模糊不清的碎片借给了我。
没有这些关于具体的回忆，这个世界却是空荡荡的。说在他们在这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。最后再次谢谢你，祝你好梦。PS 走时候有一个神奇的玩具就在柜子上，用这你可以随时回来这里。是这个任意门吗？OK， 接下来的话，我就回到那个走廊。拉低了班级平均分，你对得起其他同学吗？家里就这么点钱，全花在你身上了，你还有什么理不好好学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墙上、地板上都是高考试卷。还有一张被墨水染黑一部分的准考证。哇塞，好多科目的。还得做题。OK， 其实的话，它下面的话是有那个答案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已经提前把题目做好了。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变化吧。外面不会就是未来的世界吧？
就这个音乐。还有这种科技小屋。还有这个天气调节器。这是什么？天线宝宝的那个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用这个任意门回去，把之前的景点拍一下。OK， 那么游戏流程差不多就这样。我估计还有很多游戏的一些细节是没有捕捉到的，那无奈这个游戏的时长真的太长。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，也可以去 Steam 上玩一下这个千禧梦。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